伟何人也呢？隐藏证据，胡乱起诉，同时给了我一份起诉书，一份不起诉书，荒腔走板、不知所云的人。那好死不死呢？他隐匿证据，涂改、隐藏、消灭、伪造，整个过程被我们抓包抓得清清楚楚。Nice。此刻还是一种很纯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卖在心底，转眼吞没在你虚伪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选举，想你都无法复习。很多能力只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记你封存的是你，我愿意记你到是内心里。我想宇宙侦讯学的同学，论我们的同学一定不陌生。黄伟何人也呢？隐藏证据，胡乱起诉，同时给了我一份起诉书，一份不起诉书，荒腔走板、不知所云的人。那好死不死呢？他隐匿证据，涂改、隐藏、消灭、伪造，整个过程被我们抓包抓得清清楚楚。那你说为什么不告他刑事？不急啊，刑事的追诉期10年、20年，我慢慢来。所以等黄伟跟我一样老的时候，他就要跟我一起上法庭了，好吧？好，在明天我这个法庭值得大家去呛一呛那个法官呢，真的欠人呛。为什么？这个法官叫温祖明，温，祖宗的祖，温祖明。为什么值得呛呢？我告黄伟，他的卷宗呢有隐匿、涂改跟伪造的嫌疑，但是从第一个庭一直到今天，我们一共出了18个状子。什么叫18个状子呢？就是18道金牌。我们出了18道金牌给这个温祖明法官干什么呢？叫他你要调阅证据，光是要他调阅证据，我们出了18个状子，几乎是2天1张，因为他完全不为所动。也就是说，明天的这个法庭，他要来给我们弄个空手道，恶劣的程度跟当时的张永会一样，就是明明没有论文，他要来判论文存在。明天这个庭早上9点半在台北地方法院25法庭，这个温祖明法官从一开始的庭到现在这几个月当中，完全不愿意调阅证据。请问你不调证据，你如何来办这个损害赔偿？就算你认为这是国赔法的范围，你也要先证明这件事情是有罪还无罪啊。如果这个完全是无罪的，那你是不是就这件事情的本案来做判决？那这件事情是有罪的哦，你说这个国赔法，对不起啊，国赔法只保障什么？只保障这个法官的审判，就是说法官认为这样是有罪，这样是没罪，这是法官的心证。但是法官隐匿证据、伪造文书，这绝对不是国家赔偿的范围啊，这是我们争执的。所以我们一直要这个法官温祖明说，你一定要调阅证据，你不调阅证据，我上庭上怎么跟你去做言辞辩论？完全不为所动，不理就是不理，连回应都不回应。第一次开庭，第二次开庭，黄伟呢更嚣张，这个被告完全不出庭也就罢了，他一个律师都不请，完全不挺，他连那个回复的文呢就只有2行字，嚣张成这个程度，扣谁扣在安内西，简直就是台湾司法光天化日下的抢劫。所以明天早上9点半，在台北地方法院25法庭，我们真的要来看看这个不调阅证物要怎么判决的温祖明法官跟另外2位法官。好，明天呢，我会把我的这个证据在法庭上播放一遍。那播放之前，我今天就先给大家来看一看我所搜集到的证据是什么。明天我会让法官看一看我的证据，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请问你还能够不调阅证据，你就想要宣判吗？我跟各位打包票，明天这3位恶官如果继续不调证据，就想要宣判，我一定会把他告到西班牙去啊！但是怎么告法呢？我慢慢来啊。恶官5一定给他留个5页到10页。简单的讲，明天我告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黄伟，明天应该是开第3次庭。前面2次黄伟既没有到，也没有请律师，
嚣张到连答辩状写几个字，但不超过2行，什么请参见什么判决，而且呢还不是用公文啊，就信手拈来写个笔，嚣张成这样子。一般小老百姓被告会这样干吗？这样干早死了嘛，当庭就宣判你败诉啦，你简直在藐视司法嘛。可是跟他配合的法官跟他一样，这个台北地检署，对不对？本来是台北地检署，后来外调，现在在新北地检署的黄伟。这个法官温祖明上一个庭被我呛，我说你简直就是把我当傻子吧？我缴了裁判费用给法院，就是请法院主持公道，我付了钱，我不是乱告哦，我是付了钱叫你告。我付了多少钱呢？我付了将近8万块台币，因为我求偿817万，诉讼费用1%，律师费更不用讲了。那你竟然连证据都不调查，你不觉得太恶劣了吗？好，接下来就是我明天我为什么认为这个证据那么重要？因为我告的就是你抽换证物、伪造文书，那你不把这个东西调出来，你不把这个卷调出来，我要怎么跟你解释？那我们要怎么辩论？你都看都不看，那你怎么知道黄伟没有抽换证物呢？所以你不调这个证据，我叫当进律师一共出了18张状子，就是18道金牌，要你调证物，你完全不理也不回应。好，那我就做了一个以下的带子，明天会在法庭中放。我要告诉你，这些证物就在这里，它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今天在开始呈现证据和言辞辩论之前，我要首先说明，就是因为在场的3位法官温祖明、萧涵云、林成新坚持不调阅黄伟的争议卷宗，为了让证据能够同时公开在法庭上以及法庭外，所以我今天用影片的形式公开展示公诉检察官黄伟如何抽换卷宗，以隐匿不利蔡英文的物证，以诬告的方式起诉了彭文正教授，供在场所有的人以及网络上的所有朋友们公评。现在出现在荧幕上的是黄伟108号9478妨害名誉卷1，也就是台北地检署的黑金组检察官黄伟，在被当时的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泰钊指定侦办这个案子之后，开始进行蔡英文向学者提告的调查卷宗。其中本案的争议部分就在于卷宗卷页157到257页，这个部分是台北地检署黄伟向政治大学函调有关蔡英文在政治大学期间所有的升等资料，最后由政治大学人事室整理提出，函付台北地检署。首先，我们先看卷页159、160页，是由政治大学人事室所提供的蔡英文女士人事资料清单，共计有29项相关资料。我们滑到卷内资料可以看到，相关附件右上角都有以蓝色印泥戳印附件2个字，并且以圆珠笔手写罗马数字1，以表示该附卷内容为上列清单的第1项内容。附件2也是一样的方式，附件3也是一样，但是到了附件4，右上角附件戳印以及圆珠笔罗马数字变成了影印版本，而非原来的原始文件档案。同样的情况还有附件8、附件14、附件16。黄伟抽换了这些附件的原始文件，并且以影印的文本来取代，导致原本要由政大人事室提供的蓝色戳印变成了黑色的影印附件戳印。如果不是为了抽换卷宗，黄伟完全不需要多此一举，去将附件文件重新影印一份，
导致戳印改变。再回到159、160页，政大提供的蔡英文女士人事资料清单，附件4名称为法律系所新聘客座专任副教授提案资料，内容物包括了提聘教师单、教育部来文、教职员动态登记表、公务人员履历表以及身份证影本等6项。但是在附件8的清单里面，却又重复出现了2次公务人员履历表的项目，也就是说，公务人员履历表在清单里面被重复填了2次。结果很恰巧，这些争议内容，附件4与附件8的蓝色附件戳印，又刚好全部被变成了影印版本，也就是被动过手脚的项目。而黄伟隐匿的卷宗，正是蔡英文1984年9月28号自己填的政治大学教师资格履历表。这份1984年9月28号的政治大学教师资格履历表，是由贺德芬教授透过行政诉讼，在2021年的8月26号从行政法院取得，并没有在黄伟调查的政大公文中出现。其中，蔡英文自己填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Law of Subsidies, Du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s， 与现在所谓的博士论文题目完全不同。这明确证实了1984年蔡英文根本没有完成所谓的博士论文。他说他的题目是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所以黄伟刻意抽换卷宗，将卷宗原始文件重新影印，并替换成其他文件，将其隐匿，以图利蔡英文。而在另案张敦涵妨害名誉案，2021年法官李小芬同样向政治大学调阅了蔡英文的升等相关资料，政治大学人事室就提供了政治大学教师资格履历表给了法庭。为什么偏偏到了黄伟手上就不见了呢？当年1984年蔡英文唯一的著作就是这个 Law of Subsidies, Du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s， 黄伟就是要将这个明显出现错误的博士论文名称给隐匿起来。黄伟的动作就是要替蔡英文掩盖明显的论文题目不同的问题。最后，我要警告法官，针对国赔法13条，保障的是认真守法的司法官员，而不是颠倒是非、入人于罪的恶劣检察官。如果在座3位法官认为黄伟抽换卷宗的行为也算是执行公务，仍然要无条件的用国赔法13条来官官相护，为他豁免，就等于是鼓励司法官员滥用权力，成为政治打手。像你们这样的法官都应该被淘汰，因为你们的存在对台湾的文明与法治一点帮助都没有。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谢谢大家。